今天做的这个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丑的桑葚乳酪莓果软欧包，但是这个最近好像很火我刷到好几次了，而且听有的姐妹说已经买了好几回吃了。样子虽然有那么一点丑，不过酸酸甜甜的确实挺好吃的，很值得一试。一定要先做一个烫种，这样面包吃起来会非常的软，而且还很 Q 弹。把刚刚煮开的水浇在高筋面粉上，搅拌均匀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，然后再来把这个桑葚果给它熬一下。这一步我建议是不要省略。这种面包烤完以后，你一定希望它是紫色的，对不对？桑葚富含花青素，是一种水溶性色素，遇高温容易降解。它在酸性的环境下会呈紫色，但是在碱性的环境下就会变灰了。我们把它加点柠檬汁熬一下，就稳定了它的酸度，就可以减少在面团中的化学变化了。大火煮开了以后，再煮个2-3分钟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给它熬成那种特别浓稠的果酱，我就是给它熬成这种像果泥一样的状态。熬好以后就给它放凉，放凉以后就可以揉面了。然后就把高筋面粉、盐、水、酵母、桑葚果酱、烫种全部都放进来。我还加了1克紫薯粉给它固色，没有的话也可以不加，或者如果你家里有紫薯的话，你可以加5克蒸熟的紫薯。不要加太多了，这样就不会影响面包整体的口感。厨师机5档揉个10分钟左右，它就出厚膜了，然后再加入软化的黄油继续揉。最后就揉到这样破洞光滑，没有锯齿，或者有非常非常少量的锯齿，这样的膜就可以了。对了，配方里这个水量我不是放了130克吗？你们揉面的时候先预留一些，因为大家熬出来的果泥含水量肯定都会有点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水量要根据自己面团的情况酌情增减，可以先放100克，如果揉不成团的话再继续加。面团揉好以后，我还加了点果干和核桃，这样成品吃起来口感会比较丰富嘛，没有的话也可以不加。面团发酵好以后，给它平均分成4份，如果加了果干，每份面团差不多是在150克左右。把面团滚圆松弛30分钟，这个时候就把奶油奶酪加糖，然后用刮刀给它拌匀。奶油奶酪一定要提前软化，奶酪加入的量就根据自己口味加就行。因为我是刚好有一盒200克的奶油奶酪，我就打开全用了。一个面团里我包了差不多50克的奶油奶酪，你们如果觉得多的话就自己减点量。然后我还想说，就是如果不喜欢太甜的人，这个奶油奶酪你也可以不加糖，因为最后表面不是还要抹果酱吗？甜味其实也够了。面团这回我是用擀面杖给它擀了2下，因为里边有果干，光用手拍的话我感觉有些气泡拍不出去。如果你没有果干的话，那你用手直接给它拍扁就可以了。然后翻面包入奶油奶酪，再把封口捏紧。封口捏紧以后，这里有一个细节，翻面以后一定要把2头用力的压一压，就是不要让2头翘着。如果2头翘着，那发酵好以后很有可能那个缝隙就会打开，到时候烤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奶油奶酪露出来了。发酵还是用28度发酵，给它发酵到2倍大，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。然后表面薄薄的筛一层面粉。然后姐妹们，最关键的细节来了，就是这个割口。割口割不对的话，做不出这种胖胖的造型。不瞒你们说，我也是做了3次才悟出来的。这个割口一定要给它从头割到头，你可以先用刀子割一下，然后再用剪子给它剪开，一定要剪开到露出奶酪来。你们看我这个动作，用剪子剪的时候，你就给它稍微的把这个面团扒开一点点，最后烤的时候要让它露出奶酪来，就这个样子，这个份儿里露出奶酪来，然后放入烤箱去烘烤。最后烘烤我是给它放在烤箱的下层，上火180度，下火200度，烤了18分钟。今天这个上火调的低了一点，因为我希望它烤完以后能保留一点紫色，颜色不要太深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错误示范，这个是我最开始做的时候，这个割口也是给它割到露出奶酪来，但是因为我割的不够长，所以最后烤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个最后割口的细节还真的是很重要的。等面包凉了以后，就给它抹上果酱。这个果酱我建议你们不要用纯的桑葚果酱，因为我觉得纯的桑葚果酱不好看，所以我用的是蓝莓果酱，还有我剩的那点桑葚果酱，给它兑在一起了，抹在上面的。这个桑葚乳酪莓果软欧包就完成啦，真的非常好吃，口感特别丰富，有核桃，有果干，有奶酪，有果酱，面包吃起来又 Q 弹又松软，而且我这个面包放到第2天颜色也不会变。切开就是很紫的颜色，如果你们觉得这个颜色太紫的话，也可以再减少点果酱的加入，可以放50到60克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这面包做起来真的不难，你们也试试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呀。